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终于明白为何《长安24季》拍摄完毕时，程毅笑得如此愉快了。2025年8月21日，《长安24季》片场烟花失控喷射1分多钟，主演程毅强撑笑容，最终破功笑瘫在的杀青照拍摄现场全员憋笑到面部抽搐，剧组同事爆料，他边笑边喊脸要抽筋了。更戏剧性的是，程毅冲出人群，精准锁定粉丝，90度鞠躬视频24小时破1000万播放。网友扒出他拍摄期间连续73天请客下午茶的外卖订单，场务透露，他连群演盒饭都升级加鸡腿。8月21日傍晚的横店影视城长安24季杀青大合影环节突发意外，原定30秒的庆祝烟花持续喷射68秒，金色火花在暮色中疯狂炸裂。摄影师要求全体保持微笑姿势，烟火师在控制台急得满头大汗。监视器显示程毅从标准营业笑容逐渐嘴角抽搐，第45秒突然弯腰捂脸，带动全组笑浪翻滚。道具组小王回忆，烟花筒卡壳狂喷，导演喊不能动，程毅憋得耳朵通红。现场视频里，他扶着任嘉伦的肩膀笑到蹲的，古装头套的流苏缠满发簪。烟火余烬未灭时，场记手机拍到震撼画面，灯光师揉着笑僵的腮帮清点器材，武术指导的刀鞘挂住威亚绳，执行导演举喇叭喊补拍，单人照却自己先笑出声。最意外的是程毅突然冲向片场铁门，紫色戏服下摆卷起满地银杏叶。当时门外聚集着327名应援粉丝，他隔着栏杆精准指向穿汉服的女生，穿越白马面裙那位。该粉丝事后在超话发文，他记得我探班7次的应援手幅。程毅双手合十鞠躬的9秒视频，在抖音衍生出双向奔赴挑战赛。有网友逐帧分析，发现他左袖沾着道具血浆，古装腰封里别着现代手机。更有人对比同期杀青的顶流，某剧组用替身拍杀青照，某小花撑伞隔开粉丝收礼物，而程毅被拍到蹲着给矮个粉丝签名，签名笔还是借场务的马克笔。横店代拍老李说，他助理想递口罩被拒，说都是自己人。粉丝程家胡同晒出杀青礼物清单，手写信283封，非遗剪纸36幅，竟无一件奢侈品。这与某剧组收100个爱马仕开箱形成反差。更让站姐震惊的是，程毅把粉丝送的泡脚药包当场塞进戏服口袋。资深娱记爆料，他团队拒收礼物5年，但收过粉丝手作护膝。当天应援食物被分给场外围观游客，大爷大妈们举着蛋黄酥自拍刷屏同城热搜。烟火事件后，群演群聊记录流出，程毅每周3固定点200份奶茶，雨天加订姜茶。服装组小周晒出杀青收到的 SK-II 礼盒，以为是赞助商，结果是一哥自费。最轰动的是某影视公司财务爆料，程毅曾自掏50万升级全组餐标。场务老张证实，盒饭从2荤1素变4荤2素，他专门请四川厨师做毛血旺。长安24季拍摄期跨越酷暑寒冬，主演人均中暑3次。程毅吊威亚扭腰视频被医疗博主分析，腰椎旧伤复发概率87%。同期某古装剧被曝用倒模替身拍全景，而本剧武术指导点赞网友评论，程毅亲自拍打戏摔破7条裤子。烟火事件当天温度达39摄氏度，他的戏服内衬能凝出汗水。当明星摘下表情管理面具，是失职还是真性情？某表演教授公开批评，笑场是专业素养缺失。但心理学博士反驳，
压抑微表情会加速职业浩劫。饭圈发起明星该不该当假人投票，72小时激辩超40万条。横店群演发起联名信，求剧组取消假笑杀青照传统。这场由烟花引发的行业地震，正烧向每个明星的社交账号。2025年8月21日，横店影视城的暮色里，本该是庄重又带着温情的杀青时刻，却因为一场失控烟花，意外成为娱乐圈的全民话题。主演程毅从最初的强撑笑容，到最后彻底破功蹲的狂笑，短短68秒的画面，竟像一部微型喜剧，把剧组上下和粉丝们都卷入其中。而在这场看似轻松的花絮背后，隐藏着剧组数月的辛苦与坚持，也折射出明星与粉丝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本文将从事件经过、程毅在剧组中的真实表现、粉丝文化的差异化对比，以及行业层面的深度讨论，带你走进这段笑到抽筋的杀青现场。意外开场，从30秒到68秒的烟火笑场。按计划长安24季的杀青合影环节，剧组准备了约30秒的庆祝烟花。傍晚时分，摄影机架好，演员们穿着华丽的古装站定，导演高喊3、2、1，金色火花随之喷涌。然而，意外发生了，烟花筒卡壳，火花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持续狂喷。1秒、10秒、30秒，当时间逼近1分钟时，火花仍然冲天而起。摄影师不断示意保持笑容，烟火师在控制台满头大汗，导演则大喊别乱动。镜头里，程毅的笑容从标准营业逐渐崩塌，先是嘴角抽搐，接着红了耳朵，最后第45秒时，他终于忍不住弯腰捂脸。场面一瞬间失控，全剧组跟着笑成一片。道具组的小王回忆，导演喊不能动，可烟花太久了，大家眼泪都笑出来。程毅耳朵红得像要滴血，还扶着任嘉伦的肩膀笑到蹲的头套流苏缠得满头都是。这一幕被粉丝称为全网最真实的杀青现场。笑场之外，程毅冲向粉丝的精准锁定。烟花刚刚停歇，现场还没完全恢复秩序，程毅却突然冲出人群，往片场铁门方向跑去。紫色戏服下摆卷起银杏叶，他隔着铁栏杆，直接指向一位穿着月白马面裙的粉丝，就是你。这位粉丝后来在超话发文，他居然记得我探班7次举过的手幅。程毅在众目睽睽下，双手合十，鞠了一个近乎90度的躬。短短9秒的视频，被网友剪成明星与粉丝双向奔赴挑战赛，24小时内播放量破1000万。有人逐帧分析视频细节，发现他左袖还沾着道具血浆，腰间的古装腰封里竟然别着一部现代手机。这种真实与反差，瞬间让话题热度飙升。有人调侃，别人杀青隔离粉丝，他杀青精准点名。也有人感慨，这才是演员与观众最朴素的情感连接。剧组温度，连续73天请客下午茶。随着事件发酵，越来越多剧组幕后故事被曝光。场务透露，程毅在拍摄期间连续73天请全组喝下午茶，连群演的盒饭他都要求升级加鸡腿。服装组的小周晒出杀青当天收到的礼物，是一整套 SK-II 礼盒，原以为是赞助商送的，结果是程毅自费给大家准备的。最轰动的消息来自某影视公司财务人员爆料，程毅曾自掏50万为全组升级餐标，从2荤1素提升到群演群聊记录也流出，每周3固定200份奶茶，遇到下雨天则加订姜茶。有人说，别的剧组午饭是盒饭，他这里的群也能吃上顿牛腩。在资本明星冷漠收割的对比之下，这些故事让网友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剧组大哥。粉丝文化的对照，283封手写信与零奢侈品。杀青当天，
粉丝后援会程家胡同公布礼物清单：283封手写信，36幅非遗剪纸，若干泡脚药包，竟然没有任何奢侈品。这份朴素的礼物单与同期某剧组粉丝送出上百个爱马仕包包形成鲜明反差。更让人惊讶的是，程毅不仅当场把药包塞进戏服口袋，还把应援食物分发给围观游客。于是横店街头出现了奇景，大爷大妈举着蛋黄酥自拍，照片刷屏了同城热搜。资深娱记感叹，程毅团队拒收奢侈礼5年，但他收过一位粉丝亲手缝的护膝。这种低欲望的粉丝文化，成为业界热议的另类样本。坚持与伤痛，从中暑到摔破7条裤子。长安24季的拍摄横跨酷暑与寒冬，主演们人均中暑3次。医疗博主分析程毅的威亚动作时指出，腰椎旧伤复发的概率达到87%。有网友扒出，他吊威亚摔破了7条戏服裤子。相比之下，同期某古装剧被爆料用倒模替身拍摄全景。该剧武术指导在评论区点赞，程毅的打戏没有替身，他真摔真打。杀青当天的气温是39°C，程毅的内衬汗水能直接凝出水来。烟花喷射时，他仍旧保持微笑，这背后是多少次带伤坚持的结果？笑场之争，专业失职还是人性真实？事件发酵后，一些业内人士发声。某表演教授批评杀青照笑场是专业素养的缺失，但也有心理学博士反驳，长期压抑微表情会加速职业倦怠，笑出来其实是人性化的自我保护。饭圈甚至发起投票，明星该不该当假人？3天内留言超过40万条，几乎形成一场饭圈哲学大讨论。更有横店群演联名呼吁取消杀青照假笑传统，让演员以真实面貌告别。这场烟花引发的笑场风波，意外触动了行业深处的规则与传统。程毅的人格魅力，一笑之间的真诚。回顾整件事，程毅的笑摊并非丢脸，而是另一种人格魅力的体现。在娱乐圈的冰冷人设竞争中，他选择以笑场卸下表情管理，以自掏腰包温暖剧组，以零奢侈应援维系粉丝关系。这些举动不是资本包装，而是点滴累积的信任与真诚。正因如此，粉丝才会在杀青现场带来283封手写信，而不是奢侈品。路人才会因为一块蛋黄酥刷爆朋友圈，短短9秒的视频才会引发全网2次创作。68秒笑场后的行业反思，一场本不该如此戏剧化的烟花，却点燃了长安24季的杀青现场，也点燃了无数观众的情绪。有人笑成了表情包，有人感叹这是真性情，有人则从中看见行业对演员的苛刻要求与粉丝文化的畸变。但不可否认的是，程毅的这场笑摊让杀青照不再只是摆拍的仪式，而成为一段真正值得记住的集体记忆。或许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在最该假笑的时刻，他选择了真笑。这就是演员与观众之间最珍贵的共情。